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奇效实验室的范雪伦，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包酸白菜水饺，也分享和家中小孩从3岁到6岁这几年一起学习包饺子的心得。中筋面粉300克，接下来加入 1.8 公克的盐，盐可以增加面团的延展性与韧性，如果希望擀出较薄的水饺皮，建议一定要加。稍微拌匀，接下来加入144公克，也就是等于面团 48% 重的室温水，分批倒入搅拌。面粉在不同的温度与湿度环境下，吸水度都会有所不同。不过湿软的水饺皮非常难操作，因此建议水量尽量控制在 50% 以下。搅拌成像这样的棉絮状，这时候就可以开始出手揉面了。一边揉一边感觉面粉慢慢的开始吸收水分，有点耐心你会发现还是会成团，不用在这个时候急着补水。揉到没有干粉为止，表面凹凸不平没有关系。接下来我们会静置面团，让它松弛并均匀吸收水分，帮助面筋形成。醒面前确认一下，这时候容器应该很干净，手也不会沾满面粉。用保鲜膜包起来，防止面团变干，醒面至少30分钟。这次我还多做了一种面皮，据说是面点师傅的秘诀之一。第一是加入马铃薯淀粉，提升滑顺口感；第二是加入蛋清，增加蛋白质，让面团更有韧性。盐也一样不能少。配方我就放在荧幕上，方便大家参考。面团的做法是一样的，先稍微拌匀干的材料，再分批加入湿性的材料，搅拌成棉絮状之后才出手揉面。这个配方我也是第一次做，手感上比较柔软好揉一些。一样揉到没有干粉就可以了。完成之后，容器和手一样都很干爽，后续就不太需要担心。30分钟后来揉第一个面团，醒过的面团稍微揉几下就会变得光亮滑顺，代表面筋已经形成得很好。如果面团还不够光滑，就觉得紧到难以揉压，也没关系，让它再醒15分钟后再揉，这样被揉紧的面筋会重新放松，变得更好操作。第二个面团也是一样的做法，最后将揉光的面团包上保鲜膜，醒面至少1小时。这段时间来准备馅料。水饺包的数量比较多时，使用现成的酸白菜能节省不少时间。先把酸白菜的汁水用力挤出来，酸白菜拌入馅料之后，随着时间过去，多少会开始出水，挤干净些才不会让馅料太湿，比较难包。挤干后的酸白菜我会拿去称重，这时候就要开始来算数学了。一颗水饺使用的面皮大约是10公克，加长手艺能包进同等重量的馅料就算不错了。所以水饺皮有多重，馅料就准备差不多的重量。这次我准备的面团2个加起来大约是900公克，馅料也就要准备900克。和小孩一起上工，目标要包90颗水饺。我喜欢用酸白菜与肉是1比1的比例来制作馅料，鲜味很足，也吃得到比较多蔬菜，所以酸白菜我们总共要切450公克，使用450克的猪脚肉。因为时间关系，我通常在通路购买冷冻肉品，肥瘦就没有坚持。买来的绞肉比较粗，稍微剁细，并且让肉出点粘性。完成后，先把酸白菜的汁液分批打入肉馅，增加水嫩口感。因为酸白菜后续还会出水，所以用量不用多，50ml 就够了。这个步骤重点在于一定要朝同一个方向搅拌，这样才能让肉馅产生粘性，锁住水分。如果来回乱搅，水分反而会被释出。搅拌到肉开始牵丝，手感水润即可。来调味，推荐可以使用无添加的日式和风酱油，增加鲜甜的风味。做出来的水饺还可以沾酱。口味比较重或是不喜欢另外沾酱的话，可以改用糊底酱油，用量大约是2小匙。白胡麻油2小匙。
1小块老姜磨成泥，1点白胡椒，少许五香粉，沿着同一个方向搅拌均匀。完成后包上保鲜膜冷藏，让肉馅定型，然后可以请小朋友来帮忙了。我们不是老师傅有手感，所以从称重面团开始，顺便和小朋友一起算数。首先450公克的面团分成220克以及230克2块，取220克的面团搓长，一个水饺皮大约是10克，所以220公克的面团可以做22个饺子皮。参考烘焙细胶垫上面的刻度，先把面团搓成44公分长的条状，留意我们粗细要尽量均匀，尤其两端是最容易不小心搓太细的地方。接着每2公分切一个小剂子，不常做的话，大小不均匀很正常，尽量就好，不需要太执着。和小孩一起包出有大有小的水饺也是种乐趣。切好之后，和小朋友示范的一样，切口朝上，用力压扁。而且我觉得太湿不好。太湿是最难包的，好吗？对啊，对不对？听得出来，我们以前包过很多湿软又难操作的水饺皮吧？取一个剂子，先用力擀长，接着翻转90度，再擀长一次。雏形出来之后，一只手轻轻抓着水饺皮的中心转圈，另外一只手用擀面棍由内向外擀薄。虽然不像老师傅那样几下就能擀好，但没关系，多擀几下，面皮一样能又薄又漂亮。看一下成品，很薄，而且不容易扯破。换小朋友来示范，因为小孩的手还没那么巧，擀的时候很容易中间压得太大力，滚到边缘的时候又不小心手松了，所以水饺皮的边缘会稍微厚一点。但好的面团擀2下就能变大张，而且不容易破。滚2次就好大，所以连小孩子都能轻松操作。这是加入马铃薯淀粉和蛋清的面团，比起我们过去所习惯使用的纯面粉面团，质地稍微软了一些些，但是只要撒上少量的手粉，一样能轻松操作。成品一样很薄，不容易扯破。水饺皮开始产出后，把冰箱里的肉馅拿出来，这时候再混入酸白菜，可以延缓出水。顺时针搅拌均匀后，馅料就准备好了。先让小朋友来示范包法。打了馅料之后，先对折，边缘粘紧。稍微压一下水饺的肚子后，两端粘合起来，变成一个帽子的形状。这样的方法对大人小朋友来说都很简单，完成的饺子可以稳稳的放好，很适合初学者。那现在就换我来试一次给大家看。无名指稍微点一下，顺势收起来，可爱的帽子就完成了。完成的水饺像这样放在铁盘上，撒点手粉避免沾黏。没有要马上吃的话，包上保鲜膜，拿去冰箱冷冻，等冰冻了再放入保鲜袋，就是非常健康的居家常备食品。开始煮水饺。水饺下锅后，水温会迅速的下降，因此水一定要煮到大滚之后才能下水饺，且水量必须充足，才能确保水饺能均匀受热。等水饺全下了之后，你可以看到水立刻就不滚了，稍微波动一下，防止水饺下成黏锅。盖上锅盖并开大火，让水迅速升温。等水微滚之后，拿掉锅盖，转小火，然后保持这样的微滚状态，将水饺煮熟。用这种方式煮水饺不容易破皮，中间也不需要点水。煮到水饺浮上来，皮变透明并微微鼓起，就可以起锅了。刚包好的时候，新鲜煮了这一锅，家里3个人吃，可能是因为饿了吃得快，没有明显感受到吃了2种不同的面皮。第二天就拿冷冻好的水饺来试试看。左边是中筋面粉的面皮，右边是加了马铃薯淀粉与蛋清的面皮。水饺煮好后，右边颜色较黄的是纯面粉的面皮，
左边是新配方的面皮，颜色稍微比较透明，单用面粉的水饺皮咬起来有浓浓的面香，而新配方则在咀嚼和吞咽时多了一种滑顺的口感，真的有点像餐馆里的味道。一开始学习包水饺，只是想和小孩在假日一起有事情做，因为不知道去哪里买新鲜的水饺皮，只好连皮也学着自己擀。一个大人一个小孩虽然都完全没有经验，但透过耐心的尝试，家里也可以有吃不完的手工冷冻水饺。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内容，我是来自起校实验室的范雪伦，希望你今天也吃得很好，我们下次见。